在法国的康复监狱，这5个老爷们儿正在计划越狱。他们打开窗户，把扫帚伸出去，让隔壁的狱友再把绑好石头的绳子使劲甩几圈，嗖的一下挂在他们的扫帚上。就这样，一个简易的运输链就成了。他们用好吃的贿赂隔壁的狱友，叫他们把马桶弄坏，这样就会有修理工来修。砸马桶的声音正好能把他们这边的声音盖住。接下来，越狱计划正式开始。撬开踢脚线，拿出一个小镜片，轻轻一拍，吧唧就碎了。从里边挑一个还算整齐的，剩下的用纸包上，团吧就扔马桶里了。但就在这时，巡逻的狱警来了，他偷摸的打开门，直接冲了进来。好在山哥反应迅速，把镜片塞进了嘴里。狱警过来是例行检查的，每个人身上都搜了一遍。眼看就要到最后一个人了，马桶里那团纸很可能会露馅。只见山哥在门口轻轻拽了一下链子，好在他从外面也能冲水。狱警看见当时就不乐意了，开门就问是谁干的。山哥说我呀，咋的了？我就试一下从外面冲水好玩不？狱警警告他，那手以后别那么欠。完事儿就接着继续搜查，什么吃的用的扔的满地都是，确定没问题，搜查就算完事儿了。短时间内狱警不可能再过来，于是行动继续。山哥拿出一把牙刷跟一团线，把小镜片固定在刷柄上。就这样，第一件越狱神器就做成了监视器。用它怼开猫眼，看了一下左边，又看了一下右边，还别说这玩意儿挺好使。接下来山哥又卸下床腿，这就是第2件越狱神器小榔头。他们把纸壳挪走，撬开下面的地板，露出一片坚硬的水泥。山哥用拆下来的床腿对着水泥地就咔咔一顿凿。就在这时，放风的看见狱警来了，急忙让山哥停手。山哥说1个小时，要么凿穿，要么被抓。于是山哥不但没停手，反而凿得更起劲儿了，因为他知道隔壁修马桶的声音能给他们打掩护。果然，狱警从门前走过，没发现任何异常。他们几个人轮流凿了半个小时，终于凿出了一个洞。点着纸壳子扔进去一看，发现下面是一个地下室。他们准备今晚就下去一探究竟。到了晚上，他们用纸壳子做出2个假人，放在了被窝里，再用绳子拴在胳膊和腿上，只要一拽绳子，假人就能动。山哥他俩事先贴墙站好，在狱警查房时让狱友拽绳控制假人。还别说，真骗过了狱警。山哥用勺子拧掉桌角的螺丝，抽出一根撕长了很久的锯条，这就是第3件越狱神器，一会儿有大用。2人带上家伙事儿就下洞了。朝前走了几步，他们遇见了铁窗，锯条这时派上了用场，没一会儿就给栅栏干开了。钻过去之后，再把栅栏恢复原位。而就在这时，正好赶上狱警巡逻。看这2名越狱囚犯的极限操作，他们一上一下叠罗汉，贴着墙柱子跟狱警卡视野，就这样成功躲过了狱警的巡逻。完事儿，山哥用锯条获得了第4件越狱神器万能钥匙，用它打开了好几道门，穿过走廊，终于找到了下水道的入口。可这回万能钥匙不好使了，那也不能半途而废啊！山哥把门往起一提溜，垫上钥匙，再用锯条，没用上1分钟就给荷叶锯折了。抬起门，伸脖子往里一瞅，还真是个下水道。再掰折一根火柴砸进荷叶，挤住了插销，钻进下水道，抬起门，从里面对好眼一放，门就被关上了。从外面看不出丝毫的破绽。2人沿着下水道走到尽头，发现这里的墙太厚，还都是坚硬的水泥，根本刮不下来什么东西。山哥又从旁边的墙试了一下，还别说，这边的墙表现就很好，那一刮一大块。确定好位置，折返回牢房。而就在这时，狱警开始查房，眼看就要到他们的房间，那给狱友急的呀，抓心挠肝。好在2人及时赶了回来，把假人扔进洞里，恢复好原状，再急忙钻进被窝，算是躲过了一劫。为了能够准确掌握时间，他们商量得整一个表，然后就让其中一个人假装看病，偷摸顺走2个小药瓶。在回牢房的时候，趁狱警在那闲聊，急忙抓2把沙子塞进兜里，哪知道刚到门前就让狱警搜身的时候发现了。你拿它干啥呀？啊，那啥，我用它刷碗不行啊？狱警一寻思也说得过去，就给他放了进去。而没被搜见的2个小药瓶被他藏在了围脖里。他用2个小药瓶和12345粒沙子做出了第5件越狱神器沙漏子。经过简单测算，沙子每漏完一次正好是半个小时。现在有了计时装置，他们的行动继续开始。晚上等狱警查完房，他们就带上木板在水下搭了座浮桥，又在墙上画了个圈。接下来就是拿着铁棍子在墙上一顿抠，旁边用沙漏记好时间，到点就上去换人。这样大概持续了1周的时间，他们终于给墙抠开了。沿着下水道找到一个梯子爬了上去，掀开井盖，看见了久违的小汽车，光是吸了下外面的氧气，就给他俩兴奋的不行了，急忙跑回去报信，决定今晚就行动。可就在这时，狱警过来叫走其中一个狱友。典狱长说：“你媳妇撤诉了，没有几天你就能被无罪释放。”他听完之后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表情管理相当不到位。典狱长看见他的反应，觉得很不合理，就问他：“你看起来怎么不高兴呢？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”典狱长似乎看出了什么，等他再回到牢房，其他狱友都对他起了疑心，还问他是不是把他们越狱的事情说了出去。他说：“怎么的？我跟你们抠了这么长时间，连这点
最基础的信任都没有吗？大家一看也觉得是想多了。很快到了晚上，他们把小皮鞋擦得锃亮，那发型也支棱起来了，再穿上西服系好领带，是时候跟监狱说再见了。他们挪开箱子准备行动，负责放风的狱友从监视器朝外面一看，很好，这边没人，然后转到另一边，我勒个去，啥情况？所有狱警齐刷刷的站在门口，那个狱友扯嗓子使劲喊，狱警冲进去把他们全都抓了起来，而那个狱友则被典狱长安排进了小单间。临走前，山哥对他说了句：“你真是太可怜了。”影片到这儿也就结束了。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狱警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，偏偏就在逃跑这天，典狱长叫走一个狱友，还发现了他们的逃跑计划呢？其实被典狱长叫走的狱友是被冤枉的，真正的内鬼是山哥，这一切计划都是他想出来的，也是他带头执行的，要不然怎么能轻松获得那么多意想不到的越狱神器呢？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典狱长安排的一场戏而已。典狱长想升官，破获这么大的案子，那功绩不就有了吗？